这是人死后投胎的全过程。想要顺利投胎，所有人必须上交陪葬品，以此换取孟婆手中的迷魂汤。可那些没有陪葬品的可就惨了，来世也只能沦为畜生的。这个男人由于不想忘记前世，想要偷溜渡过奈何桥，不料却被鬼差逮了个正着，当场把他丢进油锅。下一秒，他就化作一堆白骨。这对夫妻同样不想忘掉彼此，打算匍匐前进，避开孟婆。怎料最终还是被发现了。男人被后面的鬼差死死拽住，眼见无法挣脱，他一狠心，直接将手臂斩断。两人也因此渡过了奈何桥。来世他们将不会忘记彼此。与此同时，旁边的一对小情侣看见这一幕也想效仿。女人名叫鲁菲菲，是当地县令鲁大人的掌上明珠，只因一次外出狩猎遇到了穷书生张生，仅此一眼，张生便对菲菲一见钟情。回去后，张生茶饭不思，彻夜难眠，情到深处还为菲菲做了首诗。最终他鼓起勇气，打算到卢府提亲，哪知刚一到卢府，竟发现里面正在办丧事。张生一打听，才得知死的正是千金鲁菲菲。得知这一消息的他悲痛万分，准备冲去卢府祭奠，可这一行为被好友制止。菲菲小姐未曾出嫁，你一个大男人非亲非故的跑去，肯定会被鲁家人赶出来的。好友打听到菲菲小姐的灵柩将会在附近寺庙暂放一段时间，之后再运回到老家。张生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时机去祭奠。就这样，张生跟着菲菲的棺材一路尾随到了寺庙，见官发财，大吉大利，双击留下顺风顺水，往后都能财源滚滚，好运连连。一直到了晚上，其他人都散去，张生才敢来到菲菲的牌位前，诉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。不料就在这时，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道姑。道姑告诉张生，菲菲生前狩猎犯下杀孽，如今正在地府受苦。如果你真心想帮他，那就要每晚念诵经文，直至念诵1万遍，方可帮他解脱。张生听后也顾不得其他，当即在菲菲的牌位旁念起经文，一直到午夜时分，周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张生当即听出对方正是菲菲小姐。菲菲被张生的真诚打动，于是显出真身与他相见。自此一人一鬼坠入爱河。从那以后，菲菲每晚都会和张生私会，两人相处的如同寻常夫妻一般。时间就这么过去了4年，但毕竟人鬼殊途，这天两人还是被黑白无常发现，菲菲直接被带到了地府。正当张生着急之际，土地公公现身告诉他，你每日为菲菲念诵经文，今日刚好满1万遍。他们这时要带着菲菲转世投胎去了。一听这话，张生又惊又喜，他希望菲菲能转世为人，可又担心往后再也见不到心爱之人。哪知他刚来到寺庙，发现菲菲竟从棺材里钻了出来，还不等张生过问，菲菲便带着他来到地府。两人目睹了人们投胎的全部过程，于是打算鼓起勇气闯过奈何桥，这样就能保留记忆，来世再续。两人避开层层鬼差，成功渡过了奈何桥。临别前，菲菲告知张生他诞生的生辰，让他务必在15年后前去寻他。可此时张生却有些犹豫，因为15年后他即使不死，也是个油腻中年大叔，根本配不上正值豆蔻年华的菲菲。可是菲菲却不管这些，她生生世世都要和蟑螂在一起。很快菲菲便成功投胎转世。可令全家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孩子一生下来便会说话。